嗨，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内容。这一期说说这一个月我妈妈找工作一些相关的事情。首先，我想说说对妈妈这一辈人和她这个年纪还在找工作这件事我的看法和我的结论吧，仅代表个人观点。我的第一个看法就是，我的妈妈呢，她不是体制内出来的，不是说退休之后她就有什么七八千，不要说七八千了，三四千都没有。她的社保呢是之前一次性补缴，所以现在每个月能拿到1000多的退休金。那按照我妈妈这种节省的性格呢，其实1000多是很够花的。但是人人都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存款？我们为什么要在年轻的时候那么辛苦的存钱，对吧？受很多苦，也非要在那个公司待着，不敢走，就是因为到某个年纪、某个阶段，可能有家人或者说自己突然有一场大病，或者是小病吧，都需要花钱。挣钱的时候，可能真的是很难挣。我们刚毕业，可能才三四千一个月。这还是我毕业的时候的价钱，就是10年前我就是3000多一个月。我听说现在的毕业生依然是3000多一个月，就真的很离谱。所以呢，我不会像很年轻的时候那么想当然哦，所有人退休了就应该退休，在家里享受，去跳广场舞，对吧？去上老年大学，去做自己的事情。他有自己的朋友，可以旅游啊什么的。事实上是，人越老的时候，他越害怕钱不够，他越害怕就是自己生病会拖累子女，或者说子女生病他帮不上忙。比如像我，我是一个独生子女，那我妈是不想说以后有什么我要花很多钱去帮她。那我这边也是一样的，我希望我自己能实现自给自足。我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也能依靠社会力量啊，或者说自己工作啊，一些救助方式啊，比如说买保险啊，有好朋友啊，有心理医生啊等等，这样子社会各个方面能把我托举起来，而不是说全靠我妈妈一个人。于是我们俩现在的前提就是目前都自给自足。那遇到真的需要帮助的事情，如果说需要钱，那么我们一定是会互相帮忙的，包括我们还是有一些亲戚的，包括这段时间真的很好的、很亲的亲戚帮助了我们特别多。至于说我爸这边呢，他其实是有挺多存款的，他再过4、5年也要退休，一退休就会有七八千的工资，他是体制内。但是目前这个情况下，我认为呢，不能依靠什么人，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嘛。而且不夸张的说，我不觉得我爸会在金钱上会帮助我和我妈妈。所以我在思考他们这段婚姻的时候，我是找不出意义的。我爸跟我妈抚养我的过程中，也基本上是 AA。我从小也是在村镇里长大，学习成绩也很好，也不用补习班，就是没有需要什么花钱的。我们现在出来一个月呢，我爸是一分钱也没有给过我们。虽然他嘴巴里说我们在外面要花钱，对吧？觉得很可怜，要不然就回家吧。但是他仍然一分钱都没有给我们。而我妈妈还有10多万是在我爸爸手里的，不知道在婚姻关系中，我爸通过什么方式，就坑蒙拐骗的把我妈妈的10万多块钱存到他的户头上了。现在我妈妈想要把自己的10万块拿回来，但是就拿不回来。但是这一年呢，包括后面1、2年，我们的想法就是先独立生活，然后各过各的。钱这个话，后面真的能要到就要吧。所以我觉得在任何关系中，金钱这个东西就一定是要分开，甚至撕破脸的时候，你才知道对方他是什么态度。说这个我也不是觉得我很惨，因为我从毕业开始就没有要过家里的钱。虽然我挣的钱不多，但是我自给自足，我也会留有一点点存款，最起码在近2年内不会饿死。然后我对我妈的不理解也是因为我爸会控制她的钱财，控制她联系外界人，就这样她还没有离开我爸，我是非常的不理解。
虽然前面说了，我爸其实存款有挺多的，因为他非常的抠门，他这么多年住房不用钱，然后食堂吃饭不用钱，几乎是零花销。我从他身上也没有去花过什么钱，那我妈妈更没有花过他一分钱，甚至还要倒贴一些家用。他们在10年前在市里面买的房子，2个人买的房子，最后那个什么产权上面写的居然是99%是我爸，1%是我妈。其实我不懂说法律是怎么会分配这个财产，如果说他们分开离婚的话，但是这个数字真的把我气笑了。我看过再烂的关系，对吧？情侣、朋友、夫妻之间，我觉得再不值的，我也会看到很多，比如说，男生女生会互相买礼物，然后旅游、吃美食，互相给家里人，比如说也是买东西啊，这样子。但是我爸呢是没有给我妈花过一分钱，然后我妈不知道从小哪里来的又奇怪，又好像很独立的那种女性思维，觉得不要花男的一分钱，所以她看似结婚了，明明是一个合作的关系，应该要共同承担家庭的重担和财务，但实际上其实就是在我的这个学费上呀、生活费上呀，她跟我爸是 AA 的在付钱。然后在对我的教育上，对我的心理情绪的这种陪伴辅导上，几乎是90%是我妈这边提供的。我爸可能是一个典型的，他生了孩子并不抚养，但是却有一个家庭的一个男性，甚至因为他个人的一些原因，不仅是没有起到抚养的作用，还带给我们一些伤害吧。所以我个人觉得不会说因为贪图我爸的那个退休金和他手里的其实也就几十万存款嘛，因为也就是上班辛辛苦苦存的，于是就能够忍气吞声去继续跟他生活在一起。说的夸张点，哪怕外面月薪3000，我妈只要她自己愿意，她觉得有尊严，她觉得能活得自由，还是可以自给自足的。所以目前这是一个特殊情况，那我妈就是要在58岁，现在这个年纪，还想要继续工作2年。因为在我们看上海中介群发布的这些老龄的工作中，其实很多是在55岁以下，然后少部分是58岁以下，极少部分是60岁以下。因此是说，即使我妈愿意工作，她其实也就只能工作到2年了。而到了60岁之后呢，他的身体还有社会上的这种要求，其实不太能够接受他这样一个状况去工作了。因此这1-2年我也是支持他工作的，只要那个工作能够身心健康，对吧？多少钱是不在意的。而且因为他目前呢远离老家，虽然前面是跟我玩了1个月，但是明显感到他不去工作，他会非常的空虚。这种空虚可能是老年人最大的杀手，真的不夸张。所以我也没有那么像以前那种特别极端，然后觉得自己读很多书要告诉你，人不要活得很麻木呀，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呀，工作是为了生活呀，你老了就应该享受生活呀。我觉得比起空虚来，他更能忍受这种经常工作带来的麻木。在我的朋友圈中，一般是30岁上下的，我甚至都没有办法解决我朋友他对生活的这种空虚。对于妈妈她成长的背景，她这30年无休止的工作，我就更不知道怎么会让她马上享受生活啊，放下工作啊，等等什么的。因此，我目前是支持她做一份她可以的工作，先做做看，不行的话就换，实在换了不行的话，我们就歇歇。在这个事情上，我没有办法说规划，1年后、2年后，我现在可能只能以月为单位，以星期为单位，看一看他的感受，他的想法。所以这是我目前对老龄找工的一个看法。一个是经济上的，
需要实现自给自足，以及不给身边比较在意需要帮扶他的人目前带来麻烦。还有就是解决他这个空虚的问题。接下来再说这一个月我目前得到的结论是什么。以前我很年轻很单纯的时候，自认为所有人都会退休就退休了，对吧？拿退休金颐养天年。直到自己需要帮妈妈找工作，才知道其实没有那么多人那么幸运，那么有能力和退休这两个字挂钩。就像是我妈妈以前在的一个出口的服装工厂，那个工厂的员工有很多就是60-70岁还在做计件工作的这么一些老人，就是这2年大家口中非常流行的概念进厂嘛。但是其实进过厂的人都知道是非常辛苦的。国外的厂我还能理解，它是能赚到正常的回报，是能有存款的。那国内的厂真的价格很低，时间很长，然后时间久了又会很伤身。但之前我是没有把眼光放到什么像上海啊这种大城市，老人们还能做什么工作呢？那最近我1个月的观察就是，我们撇开那些苦情的表达，其实50岁到60岁这个年龄阶段的老人想要找一些工作是可以找到的。甚至可以说市场上有一部分工作它是偏向于这个年龄段的。因为首先这个年龄段几乎是不挑工作了，而且不太会要求五险一金这些福利了。其次他们在某些岗位上是有他们的经验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大家对老年生活不必那么悲观。在未来老龄化那么严重的情况下，一个50岁的老人照顾80岁的老人也是非常普遍的。在之后我会说说我在中介群观察到的哪些类型的工作。所以我目前的结论就是大家不必对老年生活过于悲观。无论是说你可能会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在找工作，还是想说哇，自己到了50岁，我们在社会在市场上到底还是一个什么位置呢？如果到时候我们还想跟这个社会连接，想打一份工赚自己的钱，我们还有机会吗？这些问题呢，其实因个人的经历，大家的老年生活是不会一样的。像我家的一些亲戚，他是体制内的，真的是一退休7-8千工资，再过几年能慢慢涨到1万块钱，衣食无忧啊。但是他们过得也挺悲惨的。他们那个惨是钱填不满的惨，他们心里觉得没有人爱他，他们也不会爱别人。然后其实我们也不会知道时代后面能给我们什么。比如我之前了解到的，东北国企体制纷纷倒闭，然后所以东北最早出现了下岗潮，他们的铁饭碗一夜之间都没有了，而且是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整个东北地区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在说东北的没落，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产物。包括前几年我根本就想不到这2年居然有这么多被裁员的。我那些同事多么优秀啊，然后我会以为他们能在那种头部公司永远做到比如说退休，只要是他愿意，他们能永远那么体面，然后拿月薪2-3万，年终奖也有很多，对吧？福利也很多，然后有大厂的光环和名头。但是就这1-2年，真的大家纷纷被裁员。有的人可能继续找工作，然后让公司帮他交这种五险一金，那有的人就进行灵活就业了，他交这种灵活的社保，还有的人就甚至断了社保。那这些我们现在做的决定肯定会影响到我们老嘛。但是我觉得只要人活得够长，他只要一直在自己生命的这条路再长，他就有一天可能赚到钱呢，他也有一天可能亏得血本无归，这些都非常非常的难说。还有的就是不是钱的问题，是他的生命突然在某一次事故某一个意外中就去世了。当生命没有了，那你再谈这些有什么意义呢？
让我们再回到我在上海中介群的一些观察吧。现在我就对着这个微信的中介群简单的筛选一些。如果你从来没有为爸爸妈妈找工作的经验，也从来没有误入一个老龄找工的这个微信群，有兴趣的话就可以一起和我听听看。首先说说我这个中介群是怎么来的哈。我妈妈呢，她有2个中介群，一个是我阿姨把她介绍过去的，一个是我在小红书上看到，然后我加的这个微信中介群。所以我就说说我从小红书这个渠道，然后加到微信中介群这个群的一些资料情况吧。可以说这就是一个完全的草台班子。这个所谓的中介群啊，就真的是一个群，它甚至不是一个中介公司，它就是一个人，他有这些干活的资源机会。他组了一个微信群，他每天在这个群里发这些工作机会，然后如果你需要，你就去联系他。联系他的时候，先交中介费750块，然后他才会给你这个公司的联系方式啊、地址，你才能够去那个公司去报到。在这个过程中呢，没有任何合同，听起来就不仅是一个草台班子啊，就像一个诈骗集团，对吧？一开始我们看中了一个工作，先交了750，这个750还是微信转账的。这么说吧，我跟我妈首先是坚定这是诈骗，但是当时心急，已经交了中介费了，就想说算了吧，就当是吃个教训。但是没想到的是，也许现在中介的形态就是真的各异。就像我们现在做生意，在小红书上开一个号，我们就可以这么简单的做生意了，对吧？我妈妈目前她在上海做的这个工作呢，就是由这个诡异的，看起来是像个人诈骗的这么一个中介介绍过去的。我觉得现在是不是已经进入了自由市场？就是除了一部分很正规、很合法、很规范的组织机构和公司，真的剩下市场都是这么无序，看起来草台班子，但是它确实能够负担起一些人找工作的需求。目前我妈妈是在上海第2天工作，是在一家医院做保洁，包吃包住。据她反映呢，工作不是很辛苦，然后一起住的阿姨人也还好。至于后面这份工有没有什么坑啊、什么雷的话，就要慢慢再看了，我目前是不知道的。由于我妈妈这份工才第2天嘛，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说出个1、2、3来。那我就是先说说看我们中介群里这些工作类型吧。一个是食堂餐饮类型，我来读几个哈。比如说，他说某某食堂招男女杂工，58岁以内，工资4500每个月，包吃住，月休8天，国定假日休息工资是一样的。这里面包含的信息就是他会告诉你什么岗位、年龄限制、工资多少、包不包吃住、月休多少，然后法定节假日是3倍工资啊，还是说没有3倍工资啊？他一般也会讲的嘛。那我们大概分析一下这种工作的话，其实他拿到手会有，我觉得6000左右吧。因为他写的工资4500，但是他包吃住嘛，包吃住最少能省1500吧，在上海。但是他住的环境一般不会很好，还是会和其他阿姨一起共住的。这类工作呢，我觉得可能也要看运气，有的可能他也不是很忙啊，不是很累，然后有4、5千块钱的工资，还包吃住哈，还能月休6天、8天，其实还不错吧，在上海。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对于50到60岁年纪，自给自足是完全够了。这类工作对，比如说曾经有过在食堂工作的经验呢，甚至我觉得任何一个妈妈都是可以做的，因为每个妈妈在家庭中她做的家务，简直比在这些食堂做的还要多。因此很多她也没有挑工作经验，而且很多这个活根本不需要经验，有手就会的。在这个类型下，我觉得食堂应该会比餐饮行业轻松一点吧。接下来是保洁这个类型，就比如说我妈妈现在的工作，
保洁呢，我目前看的是他会在医院招、酒店招、商场招这几个地方呢。我在想，肯定也是有不同的这种忙碌程度。然后这类工作它也会标工资多少、年龄限制、月休多少，然后法定节假日工资是怎么算的等等。就是每一份工作在中介群中，它只写关键的信息，没有多余的废话，基本上都写到了。保洁这个类型中，酒店客房的这个保洁会工资高一些，甚至高个几千吧。但是我在大理的时候，跟我妈妈去试工过一个民宿的保洁，哇，把我们俩累的吧。我之前在新西兰其实换宿做过这个 housekeeper，怎么翻译就是客房服务员嘛，做客房保洁的。但是我是作为那个义工，所以我是工作量很轻松，然后氛围也很好，包吃包住。我不知道怎么那么累啊，作为全职。所以酒店客房这个保洁，我是和妈妈决定不要再考虑当中的。还有一类呢是偏向于男性的，我很羡慕男的，真的。我看群里招司机啊，招安保啊，保安，哇，都是要男性，而且看起来是没有那么辛苦，工资还高。比如我分享下面这个，招63以下的司机，偶尔开车，大部分时间是垃圾分类，上班时间是下午1点到夜里12点，包吃包住，工资7000。还有一个是招63岁以下 C 证的司机，偶尔开什么小货车，也是送卖废品的。还有招那个安保的，安保那个岗位，他还蛮就是合法合规的感觉，他的工资待遇啊、放假呀、什么到手的那个奖金啊、待遇啊，看着反正上面写的都蛮好的。然后保安这个类型，我知道的是，他还给你交上海的社保哦，所以我知道他有退休之后能拿到上海的退休金，就真的很舒服。而且该说不说，这个岗位其实不会受到什么不尊重哦。像我们进小区，我好像都有点怕保安，我会尊重他的，他给我开门就开门，然后我会问他什么事情，他说什么我乖乖听什么。就是你很少会对一个男性保安或者说保安大叔不尊重吧，对吧？甚至有时候是这些保安大叔盛气凌人，很少听说有人会对保安大叔什么侮辱啊、看不起。所以我觉得保安这个钱挣的相对来说还是性价比蛮高的。还有一种普遍的类型就是护理单和月子单。详细来说，就是在上海，你照顾老人和照顾小孩都是很有市场的。比如说这一则招聘，他就说大龄阿姨有福了，护理老年单，照顾一个83岁的男老人。这个男老人是说身体健康能自理，招阿姨呢是说阿姨年龄65岁以下，工资5000，休息2天。但是照顾老人这个啊，其实还蛮搞笑的。我妈妈作为一个已经算是女性老人的这么一个人哈，她说她绝不会去照顾男性老人，她觉得不方便。她说她去照顾一个70、80、90岁的女老人，对，她称为女老人。她说我可以呀，还可以聊聊天，对吧？给她做做饭，什么的都挺好的。但是男老人就是不方便，她说我是不会要的。就是你看到吧，即使给你开工资，我妈这么一个偏传统的一个女性，她也不会选择照顾一个男性老人，但是在家庭中，她会不得不要去照顾男性老人。那么照顾小孩这一块呢，就非常细化，比如说，光是接送小孩就有一个单独的工种，就可以月赚3、4千吧。然后还有育婴师，育婴师他可能会分住家还是不住家，是不是纯带孩子，要不要做家务，做家务要不要做饭，然后要不要陪小孩睡觉，这些全部是要讲清楚的。然后要求越高的话，工资就会越高。基本上，如果你是过夜的阿姨，都会有7000多的工资。那我们前面说了，你接送小孩都有专门的工种，可以月赚3、4千的。
在上海，它还有很多细分的那个钟点工，比如说你只是去人家整理厨房，对吧？他按时薪，比如说1小时50块钱，或者按一次，或者说去给人家做一顿饭，按时薪或者按一次多少钱都是可以算的。这类工作呢，就是你可能分次数，也有可能你做习惯了，然后雇主家也非常喜欢，那你们就变成长期关系了。你可能做1个月、1年，甚至好多年嘛。所以在上海的一些阿姨，她是会做2份工的，比如说白天做一份，做到4点左右，然后下午傍晚的时候，她会再找一份上门做饭的工作，这样拿到手至少7、8千，也不会很辛苦。如果运气好的话，雇主对你挺尊重的，然后你也包食堂，或者说雇主还给你带一些饭，其实你的吃饭问题也解决了。还有在别人家工作，你受尊重，你最起码不受歧视，对吧？你正常付出劳动，然后他正常态度对你，其实就够了。对于上海人家来说，好像找到一个合适的阿姨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他们会蛮珍惜的，会拿出比较好的态度。因此，如果说通过中介或者说通过各种渠道，你找到一家合适的雇主，不仅能够自给自足，存一些钱，其实在老年生活中，你也能得到这种通过劳动得到回报和尊重的一个感受。那我在群里还看到一些，就是比如说绿化工啊，什么废品回收站呐、就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单子。其实我在杭州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在任何一个城市工作、旅游、生活的时候，你一定能在路边看到那些绿化工的，对不对？我以前太年轻啊，我就会想啊，这些阿姨呀、这些叔叔是怎么来到这个城市，然后当这个绿化工的？尤其是杭州这个夏天啊，那么高的温度啊，我就在想，天呐，这个工作也是很不容易的呀。然后绿化工这个岗位的话，就要求很低了，年龄达到要求，然后能干就可以。其实真的非常多的工作，不要什么经验的，真的是人都能干。但是像我们这个年纪，我们去摇奶茶、做咖啡，他也想说有没有经验啊，能不能做长期工啊，有没有服务态度啊，等等等等。为什么？因为哇，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太多了。我个人在群里受到的一个启发就是，我30岁去学一个技能，其实也不晚的。比如说很简单的技能，就是包包子，做非常简单的面点和小甜点。我到60岁、65岁仍然会有食堂要我的，更不用说厨师那种非常有经验、有技能的岗位。还有司机，你会开车的话，虽然我现在在看群里，他偏向于招男性啊，司机开车这种，但是我有在小红书啊或者一些朋友那里了解到，你女性如果会开车的话，你以后比如说做这种家里照顾小孩、接送小孩的这样子的一个岗位，你也是有优势的。特别是越有钱的人家，其实你会开车是很大的一个加分项嘛。那如果要求再高一点，或者说我们会的技能再多一点，比如说我们这一代，我们读过大学，对吧？我们普通话也很不错，我们肯定还是会有一点基础教育。如果再加上我们会开车，沟通能力也不错，跟小孩相处能力也不错，其实我们到了50岁、60岁，你想找一个这样子在有钱人家做个这种接送保姆或者保姆的工作，应该也不是很难。听上去就好像越来越堕落似的，但是我的这种思维就是到新西兰之后转变的。因为我那时候打工换宿的人家，我的那个奶奶，她年轻时候就是去全世界做 nanny，那翻译过来就有点像我们中文的保姆这个意思哈。但是她有时候是说陪伴小孩，有时候是教育小孩，有时候是做那种花园养护，就是工种也是蛮多的，有时候会做厨房啊什么的。但是他本身他并不说没有学历哦，他的学历也很好，他本身是一个比如说杂志专栏的作者，他的父亲是个作家，他的
父亲的弟弟是个作家，他现在年老，在做的事情是做一个公益机构的一个负责人。所以说，他年轻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没有学历、穷困潦倒去人家做那个保姆，而是说这是他职业的一个选择，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反而比游客、比那种纯旅游能够更加的体会到当地的文化。比如说，当时他在德国那家人做保姆的时候，他说那家人有钱到不能再有钱，可是天天吵架。他也去过正常或者说普通人家，钱可能是一般呐，没有很多，但是相处的很和谐。他也跟他们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这也成了他人生经历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他做保姆这个岗位赚钱很多，就是在国外这个保姆啊，其实赚钱也是很可观的，而且很受人尊重。这个就是我去新西兰一个最重要的转变，我能够把学历、学习能力这些跟工作赚钱的手段给分开。工作是我赚钱的工具，是我获得良好生活的一个方式。如果说我进行这类的工作，我也是能够得到比较可观的收入，也能够得到相应的尊重，我也会去干的。而且说实话，就是我以前在杭州上班的时候，我们的公司也有保洁阿姨和保安嘛，我们对他们是非常尊重的，然后讲话也是很礼貌的。而且说实话，我认为我们是没有任何什么歧视，觉得他们很可怜的感觉。我觉得他们那个年纪还愿意出来干活，然后去获取报酬，是一件很勇敢、很独立的一个事情。而且当时我们保洁阿姨可能有50多岁吧，我们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呢，我们这些同事呢，都会想到，天呐，就是跟我们妈妈差不多的年纪，还要大一点，然后她在外面工作，我们就是要多多照顾她好了。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什么小零食啊，一些东西，我们还主动的会给她。就是任何一个在外面打拼的这种大龄的，不管是男性、女性的人，我们称之为阿姨或者叔叔吧，他们都是别人的爸爸呀或妈妈，对吧？不管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就是来到这个城市，然后做这个工作，我都觉得不比我们任何一个坐办公室的、什么有高学历的、什么留学回来的人做的工作有什么差的。只要他们工作的也是认真负责的，然后对人也是尊重礼貌的，他们就应该得到跟我们这种坐办公室一样的待遇和态度。这是题外话了，我可能是在给自己找一个心理安慰，想说，万一我老了，我要去城市里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我希望说年轻人能不能也善待我呢？希望我这个播客还能做到50岁吧，然后可能有听到的那种听众，他也有工作介绍，知道说你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想法，你表达能力也可以，对吧？你也有学习能力，你好像也很礼貌，会尊重别人。那我这里可能有一些适合你的工作，那么你也可以过来。那不是很棒吗？甚至我们到了50多岁，像我们独生子女这一代呀，或者说，可能不结婚的朋友们呐，或者说到老年单身的朋友们呐，更需要互助嘛，尤其是女性。所以说，即使老年生活不好过，我也没有很悲观啦。好了，这一期就讲到了我在上海这个微信的中介群的一些观察。下一期呢，我会说说这一个月呢，我跟妈妈在大理，我们线下找了几份工，并且试工，并且也做了几天的这种一个工作的情况。那几段经历呢，就是又经历了那种被别人尊重的感觉，然后有人帮忙，对啊，帮助我们在异乡，又经历了一些不被尊重的那种挫败感，所以我认为还是可以说说的。那么下一期再见喽。大家在听完这一期呢，不知道会有什么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或者分享呢？可以欢迎大家多多的交流信息，也想知道说大家的父母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
不用说一定要去打工哦、上班哦，因为我也有同事，他们的爸爸妈妈就是退休会去上老年大学去旅游，在家种种花、种种地，跟朋友聊聊天，就是过上了这种很美好的生活。我们不会说那种生活就排除掉，那是我很想的，而且我很愿意多听这样的老年生活，让我觉得非常有希望。我也希望说，通过这生活中一点点的修炼吧和努力，争取能让我的妈妈也早一点能够去过到跟别人爸爸妈妈一样的这么幸福的退休生活啦。所以非常非常欢迎大家来分享。